在2600多年前呐，有一位伟大的圣人，一位大慈大悲的人就即将降临在人世间。他的父亲这位国王呢，就是大家也常听说过，叫净饭王反正就是这样一个称呼母亲是摩耶夫人。可是有一天做的梦呢，就梦见有一个长了6颗牙的白象。那么一般的象就是有2颗牙齿在鼻子两侧2颗牙齿。它这个呢是一侧有3个牙齿，这是通常说很少出现的这样的奇迹这在梦中出现6牙白象，冲着摩耶夫人就冲过来了，因为是梦境这摩耶夫人醒了之后就觉得美妙好吉祥的一个梦，就告诉了净饭王。净饭王呢就觉得这个很吉祥，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就请了本国的一些修行人有神通的人来给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梦。他们这几位这个大师呢，经过这个商议总结之后就告诉国王和夫人，就说这个小孩子一定是个男孩说将来的话，如果能够继承王位的话，那将是这个威服四方这个雄才伟略的一位大王，也正是说，甚至是说比这个国王您还要更厉害是一个了不起的这样的圣人。但是呢，说这个人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慧根深厚的这样一位特别的人。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呢，他如果去修行的话去修行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的话那就是更不得了了，就是他的美名将能够传扬五湖四海，传扬天下世界大家都会得到他的教化和益处，然后在整个世界大放光明。国王和夫人听了之后，那真是喜从心来觉得太吉祥了，太美妙了，真是了不起的事情。那么还据说呢，这个妈妈生下他来之后这个当时就是好像这个天呢出现奇特的景象除了大放光明之外还有这个龙天护法天上的神灵都在天空之中聚过来，都来相庆贺，还获得9龙的洗礼。那我想是不是下了吉祥的雨都有可能。当时还是我只能叫太子吧。这位小太子呢，生下来之后就在地上走了7步每走1步他脚踩到的地方迅速就生出莲花来。走了7步之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就是说天上地上唯我独尊，反正据传闻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如果是真是这样，那真是太奇迹了。你很多小孩子说1岁还不会说话呢，是吧？对，所以有些这个大圣人出生了，他就是和我们常人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他的父亲呢，净饭王对，就是当然非常非常的喜爱这位小太子小王子就给他起名呢叫乔达摩悉达多。摩耶夫人呢，就是他的妈妈在这个佛陀出生后7天就回天了，就不在人世间了。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使命吧。他的使命完成了，他使命就是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生下佛陀，完成了使命就回天上去了。那么他一直在这个王宫之中他本身就是王子太子得到那是比普通的孩子相比的话，他是最佳优越的生活，得到这个很多这个宫廷这个佣人大家的尊重、呵护和抚养。那么还有他的姨妈照顾他。对。那么在这个期间，他的父亲为了让这一位小王子能够将来继承他的大业，所以也是做了精心的安排，让他学习文化呀、语言甚至是历史天文武术呀治国的大略呀反正那个时候能学的东西，这个父亲都是想方设法，对，就是为他创造这个学习的机会。那他也是非常的聪明精进的一位王子应该学的是很不错的，就深深得到父亲和姨妈的喜爱，当然大家也更喜欢他。过去呢，这个结婚早，又是王子，那所以父亲也是早早的就为他选择这个王妃成家立业这个事也是真成了也真有这么回事。可是呢，有一天呢，据说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走出他这个皇宫之后的外面的这个环境当中，他就看到了大约就是这种生老病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人世间的比较凄凉的这样的现实状态。那应该传达给他的喜悦是很少，更多的是痛苦和忧愁。他观察了这么多之后，就激起了他深深的忧虑思考。我觉得就是天生的使命感。他就开始思考有什么办法能够去解决恐惧的问题，解决这个疾病与健康的问题。看到人要临终那一刻对死亡的恐惧，瞪着那个无辜的双眼，恐惧的双眼，他要重新认识什么是死亡。如果死亡是一个常态的话怎样才能够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来大大方方的去面对死？就是这些生老病死贫苦、忧虑、恐惧，甚至战争贫穷，对，等等的这些苦，我怎样找到一个出路？否则的话，自己都会面对这个过程，是吧？我相信他很清楚，生他的亲爱的母亲，在他出生后几天就走了，这我相信是他一生的痛，一生的折磨，一生的遗憾。他就深深思考，开始忧虑，因为和大家一样，大家都是人，都要去面对。他作为是王子，他的生活应该是无忧的。那其他的众生呢？就是老国王到老也涉及到生老病死的问题烦恼忧愁的问题他不是没有忧愁同样是有，就是穷有穷的苦日子，富也有富的
忧愁的苦。那怎么样去面对它？所以陷入了很深的思考。就是大约是说20多岁、27岁、29岁，大约这样的一个年龄的时候，虽然他这个国王为他娶了一个非常漂亮、聪明、贤惠的太太，但是也不能够消除他对生老病死和他所整个忧虑人类的这个恐惧状态没有找到任何的答案，他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有一天，他也做好了计划之后，晚上悄悄的就离开了皇宫。对，所以从离开皇宫之后，他就去山中去苦修。他苦修的方式，我所知道的就是以禅修打坐为主，并且是以苦这个状态为主，就是每天吃很少的食物，就据说叫做日食1素，就是指一天就吃1粒米。这个饮食只要做到能不死、能饿不死就可以。对，这个一打坐，这个修行大约是有7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把这个佛陀，年轻的佛陀，他饿的真的是非常的瘦几乎是皮包骨的状态。所以在这个佛教的画像和那个石头造像当中，还有所呈现这样的这种非常非常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后人呢，通常就称为叫雪山大士法相。在这个时候的雪山大士法相，就是说就是大约类似说是释迦牟尼佛苦修时期的那样的瘦骨嶙峋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到大约7年以后，有一天到这个河里头洗个澡，就人呢一处于非常饥饿的状态这一洗澡就特别容易饿，就可能当时出现了一种昏迷状态。结果正好在河边上有这个洗衣服的一位牧羊女，就看到了，就把她救下来。有一天他那个附近呢，有一棵大树叫菩提树，他在菩提树下铺上吉祥草，就准备说这次要深深的进入这个觉悟的这种状态里去。如果这一次也是不开悟的话，我就是誓死我也不起了我不再起身，我一定要找到真理。他就这样就做下去了。这一次做的那个状态，可能感受就更好，因为感受越好进入甚深禅境，要感受好，要冲出6道轮回。你说咱们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就离开地球，你还冲出大气层，你都要火箭把你推送上去，是吧？你再冲出太阳系，这个过程都是很难。就大约给大家讲，就是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你一个人类有你人类的这个频率、频道和生活的状态，你是被锁定在这个范围里的。说今天你要解脱，获得像天神一样的大智慧获得整个对真理的迅速、快速的这个开悟与理解，它是一个正常人做不到的。所以你真要去打破它的时候，这些在控制人类世界的这些神灵也都会来修理你，所以就有魔王来考验他呀，各种各样的，有的是觉得很恐怖一看大毒蛇、大蟒蛇，有印度地区那个眼镜王蛇有比较多，是吧？
眼看着把它吞下去，咬死它，哎，他就无所谓，用慈悲来降服他。我也不伤害你，是吧？最后，因为他这种慈悲，但是对于死亡又无所畏惧的这种都已经不叫清净状态了，简直不可思议的这个状态这些看似妖魔鬼怪这些东西，也都被征服了。之后又弄美人计，是吧？弄些美女，佛陀还年轻妖艳的美女跳着各种各样的歌舞来诱惑他。对，前面是恐吓他、吓唬他，现在是来诱惑他让你这个是吧凡心大动不能正常的修行动了凡心了，是吧？他是个男的，都是漂亮的小姑娘，又妖艳又美丽，又会歌舞，特别诱惑人。佛陀视而不见，这还不行，这魔王都生气了，你这是人吗？你怎么这刀枪不入呀？好坏都不吃我从天上下刀子，这已经不是下雨，下的就是刀子叉子下来。释迦牟尼不为所动，毫不恐惧。这么多的众生，每天都在面临着生生死死、轮回轮转，我还怕你吗？我还怕你再让我死10000次吗？所以不恐惧，不为所动。这还不怕，下刀子也不怕。所以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事儿，所以这些刀子落下来之后，全变成小花朵。对，反正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考验这位年轻的修行人。很多天之后，在一个非常晴朗的夜空的状态下，这位年轻的修行者豁然的顿悟了，他和这个宇宙合二为一了，和众生合二为一了，和生老病死合二为一了，和人类的心合二为一了。因为合二为一，所以我全部了解了，就是豁然开悟了。这开悟之后，自己是有感受的，突然之间就这一切事情就明白了。他父亲毕竟是国王，这个儿子非偷偷跑出来修行，这父亲也找了几位这个宫廷的侍卫来保护他，一边是修行，一边也侍奉，一边也保护他旁边没人呢，在深山里头就先找这几位给他们讲讲道理。对，所以历史上称为叫初转法轮，也是第一次讲法，所以把他这个讲法的状态称为叫做狮子吼。他也让这几位，大约是5位，他这几位侍奉他的人和他一起成为专职的修行人，叫出世间修。对，所以他给这5位侍者讲法，也其实就从这儿开始了，给大家告诉大家，就解脱生老病死甚至恐惧骄傲傲慢无知对，他还发现了，这里给大家透露其实人真正犯毛病的问题这有一个出处，就是你的心，你心里头对什么呢？有5毒，
即贪嗔痴慢疑，就是内心之中。有内心之中有了贪嗔痴慢疑，这才引发了你的恶劣错误的行为。那些错误的行为主要还是有5项，叫杀盗淫妄酒。就是开始就是他把这一下就看透了。那么还告诉大家呢，那你看我们生下来，比如说在古印度它是分从很古老之前就有了这个阶级种族之分。你们现在是第4种族的话，最贫苦的那个族，到现在还是，他不知道什么年代就这么传下来。那在佛陀那里是一视同仁，你无论是贵族还是最低贱的草民，都同样，他同样对待，同样受法。所以在他跟前讲法受法问，大家都听到嘛。所以他看众生是平等的，不但是人与人是平等，他说男女也平等。除了人与人，还有男女都平等，他说人和畜生也平等。他人和畜生也是平等的。他看到了一个轮回状态，就今世你是人，下世说不定是畜生，是牛是猪是羊是蚂蚁都有可能。他看到了这个层面，你是什么眼神啊？对吧？这叫佛眼。你看佛陀的智慧，把你前世今生来世都能看到，是多么高瞻远瞩的一位圣人。同时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状态，是众生彼此轮回，还是互生的、互有的共有共无共生共灭，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那比如说像我在小时候在青海西藏这个地区，这个草原上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狼，就食肉动物。我在那遇到那个动物呢，就有常见的狼群最多，猞猁，还有那个雪豹，就是种白皮的带黑点的那个豹子，个头不太大，也会有人把它叫大猫，就是豹子的一种这非常厉害。还有老虎，那人们就会去打这些东西到现在呢，你看现在就把这个动物都打光了之后，发现羊太多也不行。就是说世界是平衡的，原来是一个大生物链。你看佛陀在那个时候在禅定里把这种概念看明白了，看清楚了，谁会有这个智慧呀？那么还有说，有人就会有疑问了，那我们的命运为什么有差别？是吧？你看有的人生下来生在好人家，一生都富贵，还有的是生在富贵家一生受贫穷。说小时候3年是富贵家，结果3岁以后爸爸被砍头全家被流放，开始过穷人生活这一辈子。还有的是生下来就是乞丐家庭，做一辈子老乞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说前世的功德与业力，一下就跟你说清楚了。我在体悟佛法和真理的过程之中，我觉得这就叫真理，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做了前世到今生做了多少善恶，都在我们的生命的密码里写着，只是我们没有那个智慧不会解读。对，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密码呢，我们的眼太拙，我们的智慧太少，所以读不懂所以我现在知道一点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甚至是手和脸，这上头都有密码你的这一生贫富贵贱，因为过去世所做的善恶行为，到了今世你会出现什么样的命运，其实是确定了的。
那既然说我，比如说我这一世平安富贵，是来自于前世的功德，对不对？那我能不能这一世做好事、做功德，来世或者子孙会更有福气呢？对了，是这样的，这是超越了所谓的自然法则的新法则产生的，叫功德法则。所以虽然我们的命是天注定，不是天给你注定的东西，而是你过去的行为所注定。那我们之后的命运如何呢？是由我们现在的行为将会影响，或者是做出决定，是好是坏就会发生转变。所以在中国过去的传统哲学和道术之中，都是认为这个天地的自然状况就是你生下来什么样，那个命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佛陀发现的秘密说不是，现在的命是你过去所造，未来的命是你现在所造，就是这样，就是个加减法，是吧？你不好不坏就是零，出来之后既没有大智慧，也没有大灾难。你做的好事多了，慢慢就富贵了，长寿了。再做的好事多了，是吧？儿女双全，再继续积累呢，就是儿女也能飞黄腾达。那你个减法呢？说好事不做，做坏事，你的好运气就减。等减到一定程度，说有的是进监狱，有的戳横事，是吧？有的喝药，有的上吊，对，这就会出现麻烦。这就是这个规律，佛陀发现的。要想有一个好的命运，就是多行善，多做善事，这一点太重要了。今天我在看人的命运问题，简直是叫做科学问题，它是这么真实不虚的。我们今天呢，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有千言万语要这个时候都想送给大家听，送给大家能够理解。倒不如说这样，为了让你理解呢，我在几年前呢就写了一首歌词，这个歌的名字叫《于佛礼赞》。这个歌词内容当中，就是我表达了我对佛陀带给我的改变带给我的感受好，接下来大家来一起唱一唱，不会的就听一听。大慈大悲的佛陀，天地间最尊贵的觉者，我以至真至纯之心，感恩您的降临。是你的呵护，让我走出荆棘，是你的妙法，让我身心安康，是你的博爱，让我海纳百川，是你的大愿，让我永世追随。我愿千万次轮回，拜倒在您脚下，寒久与您重逢，承接您
法则，我愿切万次轮回，将您的慈悲播撒，领弱者品尝甘露，让一切众生自在吉祥。是你的目光让我看透真相，是你的庄严让我勇于承担，是你为的让我告别懦弱，是你的教化让我得以觉醒，我愿切万次轮回，拜倒在您脚下，盼恒久与您重逢，承接您的法藏，我愿切万次轮回，将您的慈悲播撒，领弱者品尝甘露，让一切众生自在吉祥。是你的感召让我迷途知返，是你的智慧让我愚顽顿开，是你光芒让我点燃心灯，是你的慈悲护佑天下太平，我愿切万次轮回，拜倒在您脚下，盼恒久与您重逢，承接您的法藏，我愿切万次轮回，将您的慈悲播撒，领弱者品尝甘露，让一切众生自在吉祥。对，这首歌词
的大义呢，就是我真实的这个感受。我想哈，这个佛法的道理能改变我，也能改变所有的人。就是你要去仔细的去阅读、去品味、去感受，就一定会沾得佛光啊，改变命运。就连个性都能改，能力更能提升。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学道理，超过自然的一个科学道理啊！谁得到了，谁沾光啊！对，所以就是膝盖得到它，能够飞黄腾达；对，懦弱者得到它，会变得无比的坚强。